资助多年的女孩，跟我老公睡在了一起，而我却被他们活活烧死。再次睁眼，我为老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老公，吃饭了，吃完了就该上路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晚上，我做好晚餐后，老公又让我给他倒一杯白酒。我一手端酒，一手滑轮椅，不小心把酒全洒在了他身上。老公顿时大怒：“你个双腿残废的东西，你说说，你还能做什么？倒个酒都不会！”我被骂得委屈。老公，可以前我是为了救你才断的腿啊，陈芝麻烂谷子那点屁事，被你念叨了一辈子。老公骂骂咧咧地踢了我一脚，坐在椅子上夹菜。我的双腿毫无知觉，可心却被踢疼了。怎么说你是残疾，你还不开心了？老公冷笑一声：“你不仅是个残疾，你还不愿意给我生孩子，你就是个下不出蛋的鸡，只会白吃白喝，真贱！”我不敢还嘴，只是默默给老公夹菜。我见他大口吃苋菜，大口喝甲鱼汤，吃得好不快活，终于脸上有了笑意。老公，好吃吗？他点了点头，让我去给他拿一根烟来。我就知道老公吃饭必抽烟喝酒。他弹了弹烟杆，烟芯落在了他沾满酒精的衣服上。我笑而不语。吃吧吃吧，吃了就好上路了。老公吃着吃着就倒了下去，熊熊大火在我家烧了起来。我想出去求救，可是轮椅被卡在桌角了。老公全身都烧了起来，发出虚弱的惨叫：“救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公，我着急地哭了出来。对不起，我也很想救你，可是我轮子被卡住了，救不了你，因为我只是一个双腿残疾的废物。老公，看到你被烧死，我真的好心疼哦。我忽然破涕而笑，我眼睁睁地看着老公惨死在我面前，被烧得半边身子都没了，才终于爬到门边，打开大门求救。救命啊！着火了，谁来救救我老公啊！救命！马上就有邻居拿着灭火器来灭火，可是已经太晚了，我家已经被烧毁了，我的老公也被烧死。我可怜地趴在老公的尸体上，哭得不能自己。邻居见状也安慰我，心疼我年纪轻轻，双腿残疾。老公现在也死了。老公，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我是个废物，以后我该怎么办啊？干脆我死了，随我老公一块去了。邻居被我吓得连忙抱紧我，让我别冲动。虽然死了心爱的人，但是以后还有大把日子要过呢。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巴掌甩在了我的脸上，将我差点连轮椅一同掀翻，甩在地上。贱人，怎么是你出来了？我儿子呢？我儿子怎么没出来？我没想到婆婆居然来得这么快。我捂着脸哭道：“佳明他死了，没跑出来。”婆婆大受打击似的往后退了好几步，而后重重跪在地上哀嚎痛哭，边哭边骂：“肯定是你这不要脸的媳妇杀了我的儿子！你一个残废怎么可能跑得出来？怎么死的不是你？佳明就是被你害死的呀！你这毒妇害他一辈子啊！”整个楼层的人都看着我俩，而我只会捂着红脸一个劲道歉，却又被他一巴掌扇得跪在地上。我也哭得涕泗横流：“妈，对不起，是我该死，没有护好佳明，我该以死谢罪。”见我一个残疾人如此受辱，周围愤慨的人纷纷站出来指责婆婆：“你儿子死了，打他做什么？他一个双腿残疾的人能做什么？就是你当时怎么不去救你儿子？你个老太婆，说话尊重点！一个人一句唾沫都能把我婆婆淹死。”她白着脸站在一旁，气急了，喘不上气来，竟然气得当场吐了一口血昏过去。
就在手忙脚乱之时，警官终于来了。清场，无关人员都出去。在警局里时，对面的警官紧紧地盯着我，要从我的眼中看出蛛丝马迹。你和林佳明的关系时，我以手掩面，哭得不能自己。他是我老公。你说，你当时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林佳明已经被烧死了。我点了点头，哭泣道：没错，我在厨房关着门，一开门全是烟雾。老公喝醉，躺在桌上睡着了，应该是二氧化碳中毒。我看着他身上烧起来了，想去救他，可是他周围全是火，我真的救不了。说着说着，我就哭了起来。一个双腿残疾的人，又该怎么救一个150斤的男人呢？我看到自己活生生的老公死掉，我也很伤心啊。警官又问我，那你为什么当时不叫人？我的轮椅有一个轮子，当时被烧焦卡在桌缝了。我拼命地叫救命，可是没有人能听见。我只好爬呀爬出去开门求救。可是佳明当时已经被烧死了。我如果那时和佳明一起被烧死就好了。别这么说，以后还有很长的日子呢。女警官止住了我的话，颇为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继续问：你和你丈夫平时关系好吗？我露出一个苦笑，不好又怎么样呢？我双腿残疾，不会再有人要我。对我来说，佳明就是我的天。警官对视了一眼，都从我这个回答里想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后来警官又陆陆续续都问了一些问题，我虽然心中紧张，可都按照原来的设想对答如流。可是我没想到，刚出了警局就出了岔子。一个疯狂的年轻女人冲进了警局，看见我便拉住我的手臂，对警官说：就是他，警官，他绝对是杀害佳明哥的凶手。来的人正是我资助了多年的孩子杨丽，如今已经大学毕业，开始上班了。他面目憎恶地看着我，迫切地告诉警官，我就是杀人凶手。佳明哥除了在公司，就是在家里，从来没有惹过其他人，在外不会有仇家，更不可能轻生，肯定是这个婢子害死的他。小丽，你……我气得泪眼汪汪，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一手资助长大的孩子，满脸苦涩。我好歹资助了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请你对我尊重一点。在场的警官听到这句信息量极大的话，都沉默了，默默地将我与杨丽隔开，保护在身后。有个女警官措辞严厉地批评着：真相如何，这是我们警官该去查的事，不需要你在这满嘴脏话污蔑人。而你又是谁？为什么又出现在这里？你又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林佳明的事情？看见警官已经对杨丽起疑，我心中一笑，好戏终于来了。小丽和林佳明是什么关系？要不是我上辈子死过一次，可能都不敢相信自己资助多年的孩子早就和我老公在一张床。那天我心血来潮去小丽家里找她，没想到敲了半天门也没人来开。不对，明明灯是打开的。当我拿着备用钥匙打开门，熟悉的暧昧声落入耳中，一股恶心涌上心头。更令我震惊的是，其中一个人的声音正是我多年的枕边人。他哪有你好？你年轻又漂亮，而他就是个残废。我当初不就是图他家的钱吗？他爸死得早，留了这么多钱给他一个人哪花得完？他不愿意给我生娃，你给我生一个好吗？丽丽，我僵在原地半晌，心中又恶心又震惊，一股莫大的被背叛的感觉刺伤了我的全身。我的丈夫，是我曾经救了他一条命，也是我让他能在龙城安身立命，要不然他这辈子都是个穷光蛋。我的受助人小丽，是我把供他上大学，是我给他找工作，
就连这套房子都是我送给他的，现在他俩搞一起了，荒唐，简直太荒唐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夺门而出。可没想到，还等不到我清理思绪，接下来该如何是好时，林家明就在一个雪夜，一把火烧死了我。我临死时还趴在地上抓住他的裤脚，求他救救我。他冷漠地一脚踩在我残疾的腿上，能怪谁呢？要怪只能怪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只有你死了，你爸留给你的所有遗产才会落到我的头上，你又不愿意给我家传宗接代，我要你干嘛？毫无价值的废物！他关上了那扇铁门，然后反锁，任由我在里面被活生生烧死。疼，好疼啊！我死后，林家明继承了我的遗产，风风光光迎娶小三入门，吃香喝辣的半辈子不愁，而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泪，却终于在另一种意义上获得了重生。警官再一次找上门来，这一次他们委婉地问我知不知道小丽和林家明的关系。看来警官已经调查清楚了。我懵懂地摇了摇头，他们都是我的家人，他们怎么了吗？一旁的女警官听到家人二字，脸色变得不好，她像是怕伤害到我，小心翼翼对我说明了杨丽与林家明的真实关系。怎么会？不会的，他们不可能的，他们是我最亲近的人啊，他们不会背叛我的。我一时接受不了现实，脸色发白，在天旋地转中被这一噩耗惊得晕了过去。我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我只是一个一心为家庭的付出啊，妻子啊！再次醒来是在医院，是警官将我送来的，他让我不要伤心，所有的坏人都会被绳之以法。我笑了笑，我也相信恶有恶报。女警官守了我一上午才走，没想到她前脚刚走，后脚杨丽竟然找上了门来。我不去找她，她竟然还敢来找我。她见我脸色发白，躺在病床上，知道警官已经告诉了我些什么，这回竟然装都不装了，嘲讽道：“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好可怜，哪里像第一次我和你见面时风光的样子？”我气息虚弱，痛心地问：“小丽，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我对你还不够好吗？这么多年，我把她当成宝贝女儿似的供养，所有好东西都第一时间给她，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没想到最终换来这个结局。”小丽冷笑道：“知道我见你第一眼在想什么吗？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你的命这么好，有一个富豪老爸死了，都给你留了这么多遗产，还有一个爱你的老公，凭什么我只能在阴沟里度日如年？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属于你的东西全部夺来。”我咬紧了牙关，骂了他一句：“你真是个不要脸的白眼狼！有些人真的是天生坏种。不管你对他如何掏心掏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将你身上最后一点价值全部都榨取干净。我当初为什么会如此眼瞎去资助这样的坏种？”小丽笑着承认道：“对，我就是白眼狼，见不得你好。不过你现在已经失去了全部，不过就是一个废人，还是嫌疑人，已经不配让我多看一眼了。你真狼狈啊！”不，我打断了他的话，举了举自己的手机：“你知道吗？给钱的永远都是你娘。我能培养你，我也照样能毁了你。”在小丽疑惑和惊恐的表情里，我反手就将她和林家明聊骚的聊天记录和视频转发进了她的工作群里。全体成员，感谢贵公司杨丽经理这几年来对我老公的照顾。在我不能陪伴老公的日子里，他很好地弥补了我的空缺，让我老公不再寂寞，疏解了他的寂寞感。同时，作为他从小到大的资助人，
他的半个养母。我也很欣慰，他学会了为我分担责任，他的精神感天动地。我再次以资助人的身份感谢他。你到底要干嘛？你哪来的视频和聊天记录？杨丽双手颤抖着，此时的表情已经不能用崩溃来形容了。他肯定也没有料到，我早就偷偷从林家明手机里翻出了他们的聊天记录。在此之前，杨丽仗着我每个月给她的零花钱，在公司里面立富家女的人设，很多同事都觉得她是冰清玉洁的女神。这下真正的撕破了她的伪装。她喜欢装，我就让她再也装不下去。这下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不要脸的小三，是个会骗人的白眼狼，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杨丽这辈子都身败名裂了，不会有人再瞧得起她。她疯了一样上前抓我的头发，却被男护工甩在了地上。不好意思，这里不治疯病，请滚出去。男护工的话让我忍不住想笑。杨丽被吓得跌跌撞撞跑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哭。我挑了挑眉，这下谁更狼狈呢？又过了2天，警官局里来电话让我去一趟，他们说又有了新发现。我一坐下，他们就问我双腿是怎么瘫痪的。我愣了愣，如实说道，是以前为了救佳明伤到了。那个时候佳明已经成了我的男朋友。有天晚上，佳明忽然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被绑架了，绑匪要2万块钱才交人。佳明的语气很虚弱，那头还传来了棍棒敲打骨头的声音，并不像是在骗人。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时对我来说2万块不算很多，更何况绑匪砍断了佳明一根手指头，以此威胁我不准报警。他们只给了我15分钟，我一边跑去取钱，一边背地里还是联系了警官。到了地点后，就急匆匆地提着钱去交换了佳明，但是他们居然还不肯放过我们。一个戴着面具的绑匪贼兮兮地说：“你是学跳舞的吧？这双腿可真好看，以后也别要了。”说完，一块砖头狠狠砸在了我的膝盖上。我痛得天灵盖发麻，那一瞬眼睛一黑，痛得直接晕了过去。再次醒来时，医生告诉我我的腿已经废了，再也不能使用了。我如坠冰窖，双手都在颤抖。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意味着我从此要放弃12年的舞蹈生涯，而从此变成一个废人。意味着我从此再也不能站起来，要永远坐在轮椅上。我陷入了自暴自弃中，好多次都想自杀。那时是佳明的温柔抚平了我的伤痛，他将我搂在怀里，叫我的名字，云云，要振作起来，我不能没有你。云云，嫁给我吧，我想和你有个家。林佳明在那时还非常温柔，是他的温柔一步步引诱我走进婚姻的殿堂，是我沉溺在糖衣炮弹里不愿苏醒。可现在警官反问我，可是你知道那晚砸你腿的人是谁吗？我摇了摇头，心中却已经升起一个恐怖的猜测。女警官叹了一口气，将一堆资料放在我面前。当时伤你的那个人，我们已经确定了，那个人叫马三，是你婆婆母家那边村里的小混混。他早就犯过无数的罪，被警官通缉了，前段时间才被抓住。他昨晚在狱里交代了，砸伤你腿是林佳明指使的，后来事成分了他1万5。我瞬间大脑宕机，1万5买了我一双腿，从此让我无法触碰自己的梦想，让我像个废物坐在轮椅上一辈子。实际上和林佳明结婚后，他的温柔就开始慢慢消减了。他对我是个残废这件事越来越不耐烦。从前连吃饭都会喂我吃的人，后来看到我摔在厕所，也只是冷眼旁观。
你能别这么不中用吗？脾气再好的人看见你这样都会变暴躁，因为工作的压力，他也越来越暴躁，经常遇见不顺心的事情就破口大骂，废物废物废物，是他对我说过最多的话。即使我百般忍让，他也会迁怒于我。后来我们的吵架的爆发点是因为我还是不愿意生孩子。佳明，结婚前我都给你说了，我不愿意生孩子。你当时不是说了婚后尊重我吗？啪的一声巨响，林佳明将一个碎瓶子砸在我脚边，吓得我一动不敢动。呵，不会生孩子，那我娶你干嘛？女人不会生孩子，不就是废物吗？林佳明终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你本来就是个残疾人，什么都要我照顾，我真的不想你一点用都没有。林佳明被我无声的拒绝惹恼了，甚至将他的妈妈接来，他们娘俩一块折磨我，整日里埋怨我是个残疾人，没有用。我从来没有如此后悔过，就一个人。如果我没有救他，我现在是不是还站在舞台上闪闪发亮，而不是像被关在笼子里的老鼠一般？我活得太窝囊。有一次我甚至因为来不及上厕所，直接尿在了身上。婆婆嫌恶地看了我一眼，威胁着说：你也不想后半辈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吧？想要我们对你好一点可以，只要你给我生一个孙子就行了。生一个孙子，孙女不行，要一直生出孙子为止。我此刻才真正看清了这一家子的真实面目。如果说林佳明是杀害我的元凶，那么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帮凶。我对警官说，请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马三常年在外逃亡，不可能这么容易就与林佳明这么快联系上的，其中应该还有人推波助澜。警官听了我的话，也认同地点了点头。我们对那个帮凶是谁，心中都有了猜测。可时间过去太久，况且现在就算马三指证了是我婆婆，没有物证，也很难让她认罪。果不其然，婆婆被警官询问时，第一句话就是不认识这个马三。他在胡言乱语污蔑我，他看见我在现场，忽然又发起了疯来掐我脖子。我都说了我儿子是他杀的，他现在又想弄死我，快抓他呀！他才是杀人犯。我冷哼了一声，婆婆，你说你不认识马三，你亲姐就是嫁到了马家，你说你不认识他？婆婆脸色一瞬间苍白，摇摇手，我都说了不认识，你还想污蔑我？婆婆拒不承认自己认识马三，还大闹了警局一遍。没有证据，警官只能放人。而就在2天之后，我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我将一个电话号码交给了警官。这是我婆婆亲姐的电话号码，是我从我老公手机上发现的。不过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村子里，或许只能提供一部分的线索。警官说：谢谢，一丝线索就是一丝希望。没过几天，警官从马家村里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一部失修已久的手机。他们说这是从马三家里搜出来的，应该是马三当时逃亡时没来得及带上。找了专业人员恢复了其中的数据后，警官发现了在几年前有个号码曾经多次与马三联系，而这个号码的主人正好是我的婆婆。婆婆对着那几条通讯记录哑口无言，吓得手指都在微微颤抖。我冷冷地看着她，在绝对的证据之下，你肯定会以帮凶的罪名入狱。不料她却轰然大笑，满眼通红地看着我。那又怎么样？你不还是已经失去了一双腿，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我不解的且颤抖地问她：你为什么非要砸断我的腿？谁知她竟然眉飞色舞，得意道：要不是你断了一双腿，你会看得起我们家佳明吗？
要不是因为你是残疾人，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会下嫁到我家？呸！最厌恶你们这些有钱人，眼睛长得比天高。我全身冷得颤抖，像是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这个疯老太婆。仅仅是因为她怕我不嫁到她家，就让人砸断了我的腿；仅仅是因为她觉得她儿子配不上我，就让我双腿瘫痪。我终究没忍住，一巴掌狠狠甩在了她的脸上，怒骂道：“滚去监狱里面赎你的罪吧，一辈子你也别想出来。”警官看到我婆婆疯狂的样子，摇了摇头，将她干枯的双手用手铐铐在一起带走了。她经过我身边时，我对她说了最后一段话：“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给你儿子生孩子吗？因为你们这种罪孽的基因根本不配得到延续。”婆婆入狱后，我好一段时间没有缓过神来。我没想到自己一双如此宝贵的腿，竟然是因为如此荒谬的人、如此荒谬的原因而折断。我分明是飞舞花丛的蝴蝶，却变成了落于火刑的亡魂。要是没有我，林佳明大学毕业后就会回他那个破旧的村庄。没有我，杨丽甚至考不上大学，而他们又是怎样回报我的呢？我多么倒霉，多么后悔遇到了这群人，每个人都不安好心。见我情绪消极，警官顾及我的心情，让我回家好好休息，后续有问题会亲自上门询问。谁曾想不过几天，我家房门就传来了咚咚巨大的敲门声。云姐，求你给我开门吧。屋外是杨丽的哀求声。我心情烦躁，让他滚远点。谁知他竟然跪在我家门口了。云姐，你今天不开门，我就跪在这不走了。若放在以前，我肯定心疼死了，舍不得他受一点罪。可是杨丽怎么敢读我知道了他做的这些事之后，还会对他心疼？我巴不得他也进监狱。行啊，随便你跪，你今天跪满6个小时，我就让你进来。我戏谑道。外面忽然不说话了，不过堪堪过了半个小时，屋外忽然传来了细微的哭泣声，像是被谁欺负惨了似的委屈。有路过的人看到他这样，还会关心上几句，问他需不需要帮助。杨丽就绿茶地说道：“没关系的，只要云姐消气，能让我进这个门，做什么我都愿意。”我听不下去了，摇着轮椅打开了门，冲他大喊：“滚进来！”他进屋后，惨惨地跪在我脚边，小心翼翼地道歉：“云姐，以前是我鬼迷了心窍，可那时我还小，不懂什么是情爱。是林佳明，他一直暗示我，如果我不和他在一起，他就让你不再资助我了。我怕呀，云姐。”我冷笑了一声，抬起他的下颚，一巴掌就甩了过去。装什么呢，杨丽？现在知道把错推到死人身上了。你又不是只跟过他一个男人，你睡过多少男人？你不清楚？你是什么样的，我还不明白吗？在林佳明的聊天记录中，分明多次提及到杨丽和许多男性都发生过关系。他现在居然还想在我面前撒谎。杨丽其人，为了获得权力和利益，可以无穷无尽地背叛自己的身体。杨丽，你好脏啊！云姐，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杨丽跪在地上给我磕头认错，见装不下去，索性摊牌了。云姐，我这次真的遇上大麻烦了，你一定要救救我。原来杨丽做小三的事情在公司里传开之后，她就收到许多人的针对，不仅手上的几个合同都没了，还被公司严查出挪用公款。这次来就是找我借钱的，不多，只要200万。云姐，这对你来说就是9牛1毛吧？200万不多。我冷笑一声，没我的话，你就是一个连5块钱的饼都吃不起的学生罢了。你现在真是把自己当富家女呢？
这些年还没装够吗？钱，我是一分没有，你要滚从门口滚。杨丽求了我好久，见我不愿意给她钱，眼眸一深，竟然从兜里掏出一把雪亮的刀架在我的脖颈上。她说话时气息都在颤抖。你不给我钱，我今天就杀了你，反正我欠了高利贷也活不了了。冰冷的管制刀具贴在我的动脉处，只要轻轻一碰就能要了我的命。我没想到杨丽竟然会和我走到今天这个场面，我也没想到她竟然真的会动了杀心。我叹了一口气，眼眶湿润了。杨丽，你可知我当初为什么要资助你？我培养你时又是把你看作什么？当初我断了双腿后，再也不能跳舞实现梦想了。直到我看见了杨丽脏兮兮的脸贴在教室窗户上，看着里面的老师上课，那双眼睛里面满是对知识的憧憬，像曾经追梦的我。你见我的第一眼想要取代我，拿走我的一切，可我看你的第一眼早已把你当成另一个我。我想让你不要像我一样困在轮椅上，我想你飞起来，而你却做了些什么？杨丽的手开始颤抖，泪水掉在了我的手背上。直到此刻，她的心被我一遍遍鞭策，她才开始真正忏悔。云姐，我嘣的一声巨响穿透我家玻璃，我吓得抬眸时，只见一颗子弹正中杨丽的眉心。我僵在原地。警官此刻破门而入，确认被劫持人未受伤害，而我耳边除了警笛声，还有杨丽最后一句未完的话。她倒在血泊里。云姐，我错了。杨丽死了，婆婆进监狱了，林家明也死了，这个家里从此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却丝毫不觉得孤单，只觉得从前禁锢我的铁链终于崩裂开来。我再一次划着轮椅，准备去以前的舞蹈室里面看看。刚到电梯口，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我来帮你吧。”我转头一瞧，原来是隔壁家邻居。在我家着火时，他是第一个拿着灭火器冲进来的。我没有拒绝他帮我推轮椅，低着头说了一句谢谢。在路上的时候，他问我：“你是不是以前在澳大舞蹈团待过，跳舞的那个？”我心脏一跳，你怎么知道？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以前在澳大读书，是摄影社的成员，每次表演的照片都保存下来了。之前我翻照片的时候，刚好认出你来了。”原来如此，我和他竟然还是校友。你那个时候跳的舞真的很漂亮。他真诚地夸赞我，我那还有几卷你们舞蹈社的录像带。我的心脏砰砰地跳动起来。舞蹈社，多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那是我的青春，也是我的巅峰时期。正当我准备向他寻求这几卷录像带时，我的手机忽然响了，是派出所的。你好，请你现在来派出所一趟。我们在林家明身体里发现了一些不明物。我心中一咯噔，该来的还是来了。我面前坐着2位警官，他们看起来很温和的样子。没事，不需要紧张，只是一些简单的问题。我泪眼婆娑，痛苦道：“请问我老公身体里到底检查出了什么？”2位警官将法医鉴定报告单放在我面前。我们检查出了林家明身体内有一些毒素，但是并不是药物造成的。我们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也就是说，可以怀疑在林家明被烧死之前，他就已经中毒不能行动了。我捂住嘴，睁大双眼。我老公，他竟然是因为这个。警官先生，你们现在不会是在怀疑我吧？2位警官眼眸深邃起来。我们并不是说一定是因为食物中毒，林家明才在火灾来临时无法动弹。毕竟你说当时你出厨房时他已经昏迷了，我们只是推出这种猜测。你可以提供
你们当晚的菜品吗？”我吓得全身颤抖，连忙点了点头。当我报出苋菜和甲鱼时，两位警官都皱紧了眉头。这两样不能放在一起吃，会造成食物中毒。我不知道，是我害死了老公吗？我情绪激动了起来，崩溃的哭泣。两位警官见状，连忙安抚我，因为现在无法估计林家明到底食用了多少这两样菜品，所以也无法估计食物中毒的程度是不是足以让他昏迷。对不起，是我害死了老公。我哭得全身颤抖，嘴里一直叫着老公的名字，像是下一秒就要死了一样。警官见状，也只能送我回家，待他们的身影都消失不见。我冷下了面容，就算查出食物中毒又怎样？谁知道林家明到底是因为食物中毒，还是二氧化碳中毒而无法动弹死在火里呢？况且，就算因为食物中毒又怎样？难道是我逼林家明吃那两道菜的吗？所有的痕迹都被毁灭在那场灾难里，而存活下来的只是我这个可怜的残疾的妻子罢了。最终，因为整个案件证据不足，无法指向他杀，林家明的死被定为意外死亡。最终判定结果出来那天，我愉悦地敲响了隔壁邻居的大门。他一见是我，有些意外。我来看看你说的录像带。他连忙将我推了进来，有些手忙脚乱的样子。啊，在那，都放好了的。我看着厚厚一叠藏在柜子里的录像带，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一看就是精心呵护过的。看吧，都在这里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你能帮我放一下这个录像带吗？我不太方便。”高大的男人笑了笑：“好，那晚。”我靠在邻居的沙发上，看完了整整5盒录像带，看得眼泪横流，心中五味杂陈。电视屏幕上的我还在热烈地跳舞，挥舞着自己的青春。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未来会被一个人渣算计地失去双腿。邻居见我哭得伤心，给我倒了一杯温水，问我：“你的腿以后还能恢复吗？”自然是不能了。双腿已经瘫痪多年，里面的神经和肌肉都已经萎缩，再也看不出曾经美好的模样。邻居说：“我其实会一点按摩，以后你的腿如果难受了，我可以帮忙。”我被这份善意和关心打动了。这些年的所有遭遇，让我见识到了世间冷暖，也看到了对残疾人的不公。可总有那么一两个人会把温柔和耐心倾注。哦，对了，我叫曾敏月。后来，曾敏月经常来为我按摩双腿，一次又一次。他的手法渐渐变得熟练起来。我看他蹲在我的膝盖之下，认真的模样，心脏流过一丝暖意。你不会觉得我很麻烦吗？他抬起头，露出疑惑。不会呀，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又对我说：“苏月，你很好，你值得最好的。”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骄傲的模样。最好的苏月站在最闪亮的舞台上，迎接着所有人钦佩艳羡的目光。我认真地对曾敏月说：“我打算开一个舞蹈室，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梦想。”很好啊，他笑了笑，耳根渐渐红了起来。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我笑了笑，抬目望向窗外蔚蓝的天。如果自己再也无法飞翔，那就去做别人的翅膀。番外，舞蹈室在康丰城越办越大，我聘请了知名的舞蹈老师来教学。我的学生在多个赛场上荣获奖励。渐渐的，许多新闻媒体闻名而来。他们听说这个有名的舞蹈室竟然是一个双腿残疾的人开的，也听说了几年前在我家发生的那场火灾，对我非常钦佩。他们举着话筒递到我嘴边问我：“老师，您觉得学舞蹈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笑了笑，
对着镜头回答道：“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坚持下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恒心。”就在这时，有一个媒体人问了一个冒昧的问题：“听说您的丈夫去世了，你有孤独过吗？”我一愣，淡淡答道：“过去的事我已经忘了，现在我也有了新的爱人，不会感到孤独。”一双手这时推上了我的轮椅，曾敏月将我隔绝在采访者之后，将我护在他的身下。“爱人？”他笑着反问我。我冲他微微一笑：“是的，我的爱人。”坠落的蝴蝶终于找了属于自己的花田。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